父皇，想父，儿臣装了一辈子傻，保了蜀中百姓40载太平，可我却保不住这汉家的天下。若有来生，儿臣即便粉身碎骨，也要拉着这贼老天，给我大汉换一个活路！哈哈哈！我有后了！我刘备奔波半生，终不使汉室血脉断绝。嘿嘿嘿，孩子，以后你就叫善，刘善。这手臂的温度，这声音，是老爹！我重生了，竟然又成了阿斗啊！方才那声音似有若无，像是孩童的低语，又不像啼哭。是谁在说话？难道是我太过激动，听错了？大哥，听闻甘夫人诞下少主，俺老张也来沾沾喜气。二叔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身首异处。三叔被小人暗算，死不瞑目。还有我大汉江山，终究是两代而亡。夫君，小心孩儿啊！主公，少主无恙。老爹，你又要甩我！子龙，把孩子还给我。是。方才那声音真的是善儿发出的，重生，大汉败亡，这般荒唐的话怎会从一个婴儿口中传来？可那语气里的悲痛又不似作假。他可是蔡瑁的奸细，不知这会儿我们的虚实还有没有卖得襄阳？又是这个声音，孙仪，他怎会是奸细？翼德，你悄悄出去拿下廊下的孙仪，搜一搜他身上的东西，莫要打草惊蛇。大哥，孙仪是老狐，能有问题？休多问，速去。是，大哥。将军饶命！我没做什么坏事啊！好你个奸细！啊！大哥，我儿，莫非是上天赐予我大汉的麒麟？距离二叔丢失荆州，首级被送往洛阳，还有12年；距离三叔被属下刺杀，还有14年；距离老爹托孤白帝城，只剩下15年了。
12年，云长只剩12年寿命，翼德只剩14年。那我刘备如此奔波，究竟是为了复兴大汉，还是为了亲手送兄弟们上断头台？善儿，若这死局是真的，这天下当真无人能救我兄弟吗？还有相父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都是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，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。相父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。先帝崩殂，这是善儿在祭奠死后的我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，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有使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南阳草庐，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志已死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善儿这位素未谋面的相父，究竟是怎样的大才，竟还与我有如此一段生死相托的君臣缘分？唉，老爹，要是你能听到我的心声就好。现在就去找相父，他叫诸葛亮，人称卧龙，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。卧龙，原来水镜先生所言的卧龙，竟是能撑起我大汉脊梁的相父。老爹，原来你真的能听到。天不亡我大汉呐！哈哈哈！我父子二人必当逆天改命，重振汉室。二弟、三弟备已下定决心，过几日便去南阳隆中寻访卧龙先生。大哥，什么人还要你亲自拜访？我去把他绑来便是。翼德不可无礼，那是能让咱们逆天改命的人。主公，襄阳刘表之七弟蔡瑁派使者送来请柬，邀主公赴襄阳宴饮。劳烦使者回禀景生兄与蔡将军，备定当准时赴宴。老爹别去，这就是那个蔡瑁设下的鸿门宴。鸿门宴，既如此，就去会会这个蔡瑁。主公，这个不听话的老爹啊！如果要去，一定要做万全准备。襄阳西门校尉魏延，日后会成为你麾下大将。此时他对蔡瑁小人行径不满，可以找他以备不测。子龙，你暗中潜入襄阳西门附近，帮我留意一员名叫魏延的校尉。魏延，末将记下了。主公，留意此人是为了，那是将才，先记着他的名，迟早他会归入我大汉麾下。末将得令。好生照看少主，待我从襄阳归来。奴婢遵令。备
贝的逆天改命之旅襄阳宴开始。哼！玄德公，如今曹操北定乌桓，声势滔天，威震天下。我荆州虽有汉水之险，地势险要，亦须早做打算。不知玄德公有何高见？备乃客将，寄人篱下，一切全凭兄长与德归将军定夺。弟，你这次去襄阳，刘表会试探你对曹操的态度，你千万要表现出一切听刘表安排的姿态，让他觉得你没有野心。但蔡瑁会在宴会中途借故离席，这就是他动手的信号。兄长，备漂泊半生，颠沛流离，是您收留了备，给了备一处安身之所。备此生之愿，唯有兴复汉室，绝无他途。若曹贼来犯，备愿为兄长死战于城下，以报收留之恩。皇叔快走，万万不可停留！蔡瑁已在席间布下刀斧手，就等动手信号了。他早已封锁了襄阳4座城门，只留檀溪一途，这是要置您于死地呀！爹，蔡瑁会把你往檀溪逼，他必定会封锁其他城门，只留檀溪一条死路。届时，只有狄鲁满能救你，千万不要弃马。多谢季伯相告，大恩不言谢。刘备若能脱险，定不忘今日之恩。魏延，速速关门！若放走刘备，一头来见。哎呦，没吃饭吧？绞索卡住了，快重新拉开检查。使君快走！兵都督，绞索锈断了，末将死罪。回来再收拾你！动作都给我快点，把路收拾出来！哼！刘备，你不是仁义满天下吗？今日我便让你葬身鱼腹，看谁来救你！爹，蔡瑁这人色厉内荏，你越强硬，他越心虚。蔡瑁，这奸诈之徒，卖主求荣之辈，有何脸面立于世间？找死！爹，前世狄鲁马越檀溪，你才得以脱险，惊险得很。狄鲁，去檀溪，我们再越一次。
大哥真是神机妙算。蔡某鼠辈，你家三爷在此已经候你多时。三弟，留他性命，我要带他去见兄长。将军蒙难之下，竟然在瞬息间逆天改命。紫薇转位，吉星半生。这新野城内，难道藏着连我也看不透的高人？既然死局已破，水镜先生今日在林中，怕是等不到这位英雄了。哼！蔡德圭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刺史？玄德乃我亲请之客，你设伏暗害，是要陷我于不义，还是要让天下人看我荆州同室操戈的笑话？爹，蔡瑁杀你是为给刘琮扫清障碍，除掉你，刘琦哥哥就没了依仗。荆州蔡氏遮天，你千万别杀蔡瑁，可见刘表的愧疚，逼他给刘琦哥哥放权。兄长息怒，德圭将军虽然行事偏激，但备深信，他也是忧心荆州基业落入外人之手。若因被一人之故，导致兄长家庭失和，荆州动荡，那辈才是万死莫赎。玄德仁厚，老夫汗颜。妻儿，你说该如何处置蔡瑁？全凭父亲做主。爹，趁刘表对蔡家反感的愧疚期，你得推刘琦哥哥一把，帮他要些实权。兄长，备有一言。说吧。现曹操南下，荆州内部若号令不一，必生祸端。大公子身为长子，未领一兵，恐将士生疑。啊？不如让大公子带领西门防务与部分水师，既分担蔡将军辛劳，也正长幼名分，安定荆州人心。玄德所言极是，蔡瑁交出西门兵符与3000水师，归大公子节制，闭门思过，你可有异议？末将领命。大哥，咱们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差点在潭溪喂了鱼。最后你就给刘琦那病秧子求了点兵，咱自己1亩地都没捞着啊！翼德，你只看到了那3000兵。今日之后，蔡家势衰，宗室正统之心重燃。我为刘琦争权，实则是为我刘备争名。刘琦有兵，蔡瑁便不敢轻动新野。荆州的平衡已破，这裂缝就将是咱们的立足之地。爹，刘琦兄长会是你在荆州士族中最大的助力。珊儿，为父这棋局布下了。回城，明日备要亲自去请诸葛孔明。
善儿，为父今日拜访隆中，却一无所获呀。唉，相父这是考验你呢。你前世三顾茅庐才请的他出山，这才到哪？既如此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？爹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抢人、抢地盘、抢占先机。荆州人才济济，但大多不受重用。刘表手下的1级刘琦大哥已经是自己人，另外蒋琬、李严也可以拉拢。可刘琦大哥活不长啊，他有病，过几年就没了。爹，你得赶紧找个神医救他，不然江夏就保不住了。还有呢？还有3个绝世猛将，除了之前提到的魏延，还有一个叫甘宁，勇猛无比，水寇出身；另一个叫黄忠，百步穿杨的老将军，其子黄须病重，若能救他儿子，他命都是你的。哦，甘宁、黄忠。对了，还有个守城大将叫文聘，忠勇可靠，也得想办法弄过来。甘宁、黄忠、文聘。甘宁、黄忠、文聘。好，有了这些猛将，何愁大事不成？爹，这些都只是开胃菜，有一个人你现在必须找到，灭我大汉的罪魁祸首邓艾。他现在还是个放牛娃，就在新野。爹，你一定要找到他，把他收为己用，绝不能让他再为曹贼效力。子龙，子龙！主公急召末将，莫非有紧急军务吩咐？子龙，明日一早，随我前往城南荒野寻一个人。末将领命。邓艾，但愿能赶在曹贼之前寻到你。爹，别光顾着找人，曹操平定北方后，南下就在明年。前世你撤得太晚，长坂坡那一战，全家老小差点交代在那儿，咱们得提前搬家。子龙，速回！主公，莫非出了变故？末将在此听候差遣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分批动员新野百姓，有序向江陵迁徙。若有刘表问责，备一力承当。末将领命，即刻召集官兵，有序动员百姓，绝不耽误片刻。嘿，口吃爱，又在画这些鬼画符。哼，新野城里的大将军都说咱们这无险可守，你画这些破土堆有什么用？孩子，你画的莫非是新野南侧的地形？这乱石堆是新野城，这条虚线是什么？孩子，你画的莫非是新野南侧的地形？爱认为，若曹军绕过主路，
从此此小径突袭，心也必破。主公，此处确实是防御盲点。末将巡查新野防务多次，竟从未发现这条隐秘小径。若非事在提醒，新野危矣。孩子，你叫邓艾，对吗？大汉现在病了，需要你这样能看清脉络的人去医治。我想请你回府，不用再放牛。我要你做我的亲传弟子，未来大汉的大将军。爱，愿随主公誓死效忠。好孩子。快走，快走！有序行动，切勿慌乱。然而，这孩子若去魏国是死命，而留在我大汉便是镇国时。丞相，刘备变了，不等我军动身，他竟然已在新野动员百姓千民，整顿防务的动作也异常迅速，不似往日那般悠。提前千民，刘备何时有这般见识？除非他身边有运筹帷幄的高人相助。传令，三军即刻整顿军备，出征新野。我倒要看看他刘备到底是不是长出翅膀了。末将领命。唉，卧龙先生被2次到访，仍无缘得见。将军可是新野刘玄德，专程来寻孔明的？正是在下刘备。敢问老丈高姓大名，竟知备的来历？山野村夫黄承彦，孔明乃我女婿，今日一早便外出游学，委屈将军白跑一趟了。原来是黄公，久仰大名，方才多有失礼，还望海涵。相父的岳丈便是黄承彦，他在荆州士族中声望极高，得他相助，事半功倍。备久仰卧龙先生大名，想请他出山辅佐匡扶汉室，只是眼下内有猜忌，外有曹贼虎视，急需大才相助，还望皇公指点。将军心怀天下，一时困境不过是龙归大海前的浅滩，逢凶化吉自有定数，不必过急。皇公所言极是，只是我侄儿刘琦体弱多病，近来愈发沉重，还望皇公能出手相助。哦，此事不难，老夫与医圣张仲景有旧，可修书请他亲往江夏为刘公子诊治，些许小恙，他出手必能痊愈。若能如此，备感激不尽。举手之劳罢了，将军请回吧。想见之人，机缘到了，自会相见。
此马额边有白毛，眼下生泪槽，虽为千里名驹，却藏有房主之相。先生好眼力，在下新野刘备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在下丹福，一介布衣，游学途经新野，见此马奇特多言了几句，还望将军勿怪。丹福是徐庶、徐元直，他可是顶级谋士，有他相助，就不怕曹贼了。原来是丹福先生，先生慧眼，备酒历风霜，命早已交与汉室。此马名唤狄卢，若能在我兴复大汉，即便防我，又何妨？将军豁达，心怀天下，只是马若房主，即便奔袭千里，也会在关键时刻折了前蹄。先生所言极是。如今天下大事步步惊心，先生既能洞察马之死穴，想必也能看清这乱世的症结，还望指点。欲医马病，观蹄即可；欲医乱世，须有奇谋与济世大才。备求贤若可，愿闻其详。恳请先生随备入城，教我如何御这乱世之马。将军过誉了，在下学识浅薄，难堪大任。爹，别跟他客气，直接拜他当军师。他是故意推辞，你得多拿出点诚意，才能请动他。先生大才，如今汉室倾颓，曹贼弄权，备志在匡扶天下，奈何智谋不足。若得先生相助，实乃备之大幸，亦是天下苍生之幸。若先生肯屈尊相助，备必终生奉先生为师。将军何故行此大礼？将军仁厚求贤，在下怎敢再推辞？先生肯应允，备心甚慰。往后便仰仗先生，与备共扶汉室，安定苍生。皇宫，荆州如今内有虎豹，外有豺狼，我已油尽灯枯，当如何是好？晋生兄，如今曹操虎视荆州，刘备虽是心腹之患，亦是抗曹之利刃，赌不如输，用之方为上策。如何用之？老夫有3策，可保荆州无虞。即拜刘备为左将军，统领前部兵马，令他驻守新野，直面曹军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既用了他的兵，又让他远离襄阳。此计甚好。其二，重用荆襄本地人才，让伊籍、蒋琬分担重要居务，令大公子刘琦驻守江夏，守住荆襄钱粮。重用本地人虽好，可内部推崇刘备之人不少，恐难把控。哈哈哈，这便是第3策，监视。令2位将领率本部精兵进驻新野，名为协助刘备，实则暗中监视。他若有异动，2人便可从内部牵制，万无一失。甚妙，皇宫真乃我荆州救星啊！阿斗啊，这密报上说，黄承彦先生竟劝景生兄派2位将领来新野，说是相助，恐怕是来监视我。什么？
黄老竟让刘荆州派人监视我们。末将黄忠奉刘荆州之命，前来协助皇叔操练兵马，抵御曹军，一切听凭皇叔调遣。末将闻聘，亦奉荆州之命而来，守土御敌，不敢有误。两位将军乃荆楚栋梁，能来新野相助是备之荣幸，何来协助一说？当是共同御敌才是。原来是黄忠闻聘二位将军，哈哈，相父的老丈人，这哪里是来监视我们，分明是给爹送得力干将来了。听闻黄将军剑术无双，名震荆襄，不知令郎近况如何？小儿自幼体弱多病，遍寻名医，哎，不提也罢。爹，机会来了！将军莫伤怀，备与医圣张仲景有救，愿为将军修书，请他前来诊治令郎。另外，备偶得一株千年灵芝，或对令郎病情有益，稍后便遣人送至将军住处。谢皇叔。闻将军镇守襄阳北门多年，忠勇过人，威名远扬，备早有耳闻。景生兄派将军前来，可见对备的看重。皇叔过誉了，末将只知守土之责。好一个守土之责！备要的就是将军这样的忠勇之士。曹军不日将至，新野必有血战。为免生灵涂炭，我已决定安排家眷与城中老弱先行迁往江陵。主公，大战在即，此时迁民恐动摇军心，且路途遥远，多有不便，于御敌不利啊。我意已决，百姓乃天下之本，是汉室根基，岂能让他们白白送命？即便动摇军心，我也绝不会弃百姓于不顾。对，快把我送走，我不拖后腿，爹才能放开手脚，全力迎战曹贼。我儿刘禅也随家眷迁往江陵，此战不成功，便成仁。主公仁厚爱民，心怀天下，如此明主，值得我黄忠誓死追随。我等愿为主公效死。夫人，前方30里便是断回峡，过峡便是江陵大道。末将送各位至此，需即刻回城，听军师调遣，领受将令。提前迁民虽保住了百姓，可这般大的动静，想必历史就要从这里改变了。刘备提前迁民，倒是会收买人心。吕旷、吕翔，末将在。你二人领5000精兵前往博望坡佯攻新野，务必诱刘备出战。末将领命。牛金上前。你熟悉新野周边路径，领3000精骑绕道偏境。到时，末将明白，定不辱命。都下去吧。吕氏兄弟贪功冒进，
此番必求速战。主公，请借帅印，看数调遣。备，全凭先生做主。子龙将军，领1000精骑为先锋，直奔博望坡，接战即走，只许败不许胜。待吕氏兄弟追入谷中，即刻回马反杀。云领命。云长义德，你二人各带2000兵马，分别埋伏于博望坡左侧玉山、右侧安里。待谷中火起，合力冲杀，截断曹军后路。得令。汉升将军，领2000弓弩手伏于博望坡两侧崖壁，无需近身厮杀，只待敌军行军过半，以火箭压制其中军，令其首尾不能相顾。老夫的弓早已饥渴难耐，遵命。仲夜将军，领3000部卒，绕道曹军来路，待敌军溃散，即刻封锁所有关隘，务必令这1万曹军只进不出。末将领命，必不使一人漏网。主公，急报！曹仁副将牛金率3000精骑绕过正面，已逼近断魂峡。百姓前路被堵，后方曹军也即将追上。什么？曹仁竟舍弃新野，去袭杀手无寸铁的百姓？我的善儿和2位夫人也在那里呀！军师，快调关张回援断回峡！主公，关张不可动，一动，博望坡之计全盘皆输。难道做事不理吗？我徐元直既然辅佐明主，岂会算不到这一步？主公看好了，曹仁这3000精骑进得了断魂峡，却出不了黄泉路。杀！杀！哼！刘备不是爱装仁德吗？今日我便斩尽这些百姓，看他还怎么立仁德之名。风向已至，师傅说，此时堵截，必能将其困死谷中。落！地形即是神兵。
徐庶定计，新野荒野，黄忠断退路，赵云斩吕旷，关羽破阵，张飞刺吕翔，文聘断后，武将合力，曹军溃散，蜀军大获全胜。师傅，百姓无损，牛筋已斩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不负所托，护得百姓周全。军师神算，我等拜服。起身吧。报，主公，军师，曹仁亲率5万大军，已至城外20里。来得正好。徐公，这是何阵法？这曹仁以自身为轴，施奇门遁甲之术，使其曹兵成人盘8门之势列阵，阵中变幻莫测。可这阵法并非无暇。子龙，入生门，斩令旗，就仲夜，景门出。
破阵！刘备、赵云，我必取尔等首级！啊！点齐精兵，今夜我们要让新野变成废墟。哼，以为鸣金收兵，我便不知他城中空虚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晋升，悄悄靠近西北小门，一举拿下新野。将军，开了！将军，是曹人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快撤！全军速速撤退！曹人，赵子龙在此恭候多时。白日之辱，今夜奉还！将军，敌军势大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刘备身边有能人。将军快走，末将为你断后。曹人休走，留下人头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然！只要退守樊城，我必再引大军踏平新野。将军，是樊城，我们到了！快入城！曹人小儿，还认得老夫黄忠否？黄忠，樊城怎么会？哈哈哈哈！你中我家军师之计时，老夫已奉命取了你这樊城。黄忠老匹夫，我誓杀汝，不知死活！传我将令，不必追赶。军师有令，前方还有一份大礼等着他们。俺乃燕人张翼德，曹贼，拿命来！张飞，啊！
跟俺回去见俺大哥。新野之战在徐庶的指挥下，刘备军大胜，还生擒对方主将曹仁，在与曹操的博弈中占得先机。正当众人庆功之时，殊不知一场阴谋也在暗中酝酿。此校被俘，樊城失守，此乃奇耻大辱。丞相，刘备此番大胜，气焰正盛，我军不宜再战。奉相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，两计便可扭转乾坤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一计名曰釜底抽薪，一计名曰一石二鸟。釜底抽薪。听闻徐庶至孝，其母就在许昌城中，以其母为饵，他必弃刘备而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了军师，刘备又成丧家之犬。那另一计呢？我等可上表天子，表奏刘备为车骑将军，宜城亭侯，再遣名士孔融为使，携封赏诏书前往新野。此计何意？丞相，孔融乃天下名士之首，以他为使，则天下皆知。此番侧免，他刘备受了，便是承认朝廷；再让他放回子孝将军，他无法拒绝。他若不受，当如何？孔融早该除掉了，不是吗？好计，一石二鸟，奉孝高明了。主公，恕不能再辅佐主公了。老母来信，言被囚于许都，命在旦夕，我心乱如麻，恳请主公放我前去救母。备虽渴求先生之才，却绝不能断绝先生母子之情。主公大恩，恕来世做牛做马再报。元爵，既然去意已决，备这就为你备马，亲自送你出城。主公保重。恕此去许都，纵使曹操相逼，亦终身不涉一谋。元爵，自古忠孝难两全，见到母亲后，先生的未来自行决定，备绝不强留。主公，驾！军师且慢，你看谁来了？母亲。爹，军师徐庶的母亲在许昌，前世曹操以此要挟，军师不得不离去，你可得早做安排。子龙，就拜托你了。末将领命。母亲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信上说您被囚于许都。若非皇叔远见，早早派赵将军将我揭出虎口。你今日便要中曹贼的违信奸计，弃明投暗，陷我于不义。母亲，老夫人受惊了，备未敢提前告知原旨，恐曹贼沿途追查，走漏风声，还请老夫人恕罪。皇叔如此周全，既救老身性命，又全我儿忠义之名，徐家粉身碎骨，难报此恩。徐庶看着刘备，回想起刚才刘备宁愿放自己走，也不愿用母亲要挟自己的仁义之举，内心震撼到了极点。主公，感谢主公全我孝道。今生今世，死也要死于主公麾下。纵使曹操有100万大军，注定为主公破之。丞相，不好了！
何事惊慌？我们的人去经徐庶去母时，发现府邸早已人去楼空。人去楼空？怎么可能？据离人所言，1月之前便有一队人马自称徐母远亲，将其接往荆州方向去了。又是这个刘备！我定要踏破新野，将他生擒活捉，碎尸万段！玄德竟能以少胜多，大破曹仁，还生擒了他，真乃我刘氏荣耀。只是他如今声势渐盛，我心中难免不安。主公，刘备此生于荆州而言，恐非幸事。一度此话何意？玄德为我抵御曹贼，乃是大功一件，何来非幸之说？主公，刘备如今兵精将广，连败曹军，声望如日中天，星野樊城已尽在其手，百姓皆心向于他。长此以往，必成大患。今日他能败曹仁，明日他会不会取襄阳而代之？卧榻之侧，岂容猛虎酣睡呀？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一人可制衡刘备。谁？蔡瑁，德归将军。他掌管荆州水军多年，根基深厚，唯有放他出来，重掌水军，扼守汉水，方能断了刘备东窥江夏、北上襄阳之路。可德归他之前行刺玄德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往日恩怨皆是小节。如今刘备势力渐强，已是心腹大患，若不早日制衡，日后必悔之晚矣。罢了，传我之令，赦免蔡瑁，官复原职，即刻掌管襄阳水军。黑度，多谢你为我周旋。德归兄客气了。刘备，此仇不报，我蔡瑁誓不为人。德归兄，如今你重掌水军，有何打算？传我将令，令麾下将士即刻加固船只，修补防御，严守汉水所有渡口。待明年曹丞相大军一到，我便封锁整个汉水，断了刘备的粮道和退路。我要让他刘备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公子放心，所有从新野迁来的民众皆已妥善安置，田亩、住所均已分配妥当。旬日之间，竟能将10数万民众安排妥当，正方先生大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皆赖皇叔仁德，公子信任。启禀公子，江夏甘宁将军奉调前来，现已在府外候命。兴霸来了，太好了，速请他入内。末将甘宁参见刘琦公子。兴霸将军不必多礼，有你前来相助，我江陵防务定能固若金汤。末将本是一介截江之贼出身，蒙主公不弃，委以重任。将军说笑了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叔父曾言，将军乃当世虎将，我敬重还来不及。哦，公子，关将军车驾已至城外5里，不日便将抵达江陵。关羽，听闻此人武艺了得，早就想会会他了。云长将军，这位是江夏虎将甘兴霸，曾于千军万马中护我周全。久闻兴霸之名。甘某在长江之上，早听闻关将军之友，今日一见，斗胆请将军指点一二。公子，主公家眷一路劳顿惊扰，不宜在城外久待。关某需先行送其入府安顿，公事即武艺切磋，待安顿完毕再说。兴霸将军莫见怪，关将军
是汉寿亭侯，威震华夏，荆州的将领恐怕入不了关将军的眼。关将军威震华夏，此番前来江陵，实乃我等之幸。下官敬将军一杯。甘将军虽然勇猛，但毕竟是水匪出身，今日竟能与我等同席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尔等食朝廷俸禄，受百姓供养，却无安民之策，无退敌之勇，只知在此饮酒作乐，摇唇鼓舌。甘将军与江夏拒敌，护境安民，我在兴野抗曹，死守孤城。我等将士在外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，方有尔等今日安坐于此，饮酒享乐。尔等不思报国，反倒在此以出身论高下，羞辱我军中大将，算什么东西？我关羽曾为亡命之徒，贩夫走卒；我三弟翼德曾为屠猪之辈，但我兄弟二人从未忘忠义之心。英雄从来不问出处。甘将军，关某敬你。与尔等鼠辈同席，只会辱我关云长之名。甘宁呆立当场，先前对关羽的几分不服与芥蒂，此刻尽数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折服。这份敬佩无关身份，只为英雄相惜。启禀主公，许都来使已在门外候命，请主公召见。文举兄，怎么是你？玄德，一别经年，不想你我竟在此等境地下重逢。唉，玄德，我此来是奉曹操之命，莫非是为曹仁而来？然也。曹操已上表天子，封你为车骑将军，以此为条件，换回曹仁。玄德，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此等有名无实的官职，不受也罢。文举兄，我知你心意，但你家眷皆在许都，若你空手而归，他曹操岂能容你？兄长请看，此乃军师徐元直所设之计，可保你我两全。妙啊！徐元直真乃奇才，此计天衣无缝。玄德，我这便去回复曹操。军师，汉子来报，曹操派孔融前来为我封赏，他究竟意欲何为？主公，此乃曹操一石二鸟之计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若接受封赏，就相当于我方承认曹操代表汉朝正统，届时不仅必须释放曹仁，主公的皇叔之名反而会成为不可与他敌对的枷锁，日后兴兵讨贼便会名不正言不顺。若不接受封赏呢？
那届时如果孔融先生恰好又死在荆襄境内呢？不可！孔融乃文坛之首，又是天使，若他在荆襄出事，如此我必被天下文人唾弃。没错，届时主公便会从星汉皇叔变成天下人不耻的反贼军阀，再无立足之地。不过主公勿忧，庶已有应对之策，释放曹仁，并请主公将此锦囊交于孔融先生。车骑将军刘备有令，臣感念陛下封赏，不日必兴兵许都。清君侧，除曹贼！清君侧，除曹贼！先生归途时，大肆宣扬主公受封，立志讨贼之事，则曹操投鼠忌器，必不敢有所异动，更不敢伤害先生分毫。传令下去，曹仁、孔融归来辛苦，让他们不必前来见我，各自回府休息。刘备，你竟敢如此羞辱于我！主公，军师，前方斥候来报，孔融先生已安全抵达。好，好，军师当真神机妙算。恭喜主公，军师仅用一个锦囊妙计，便化解曹操的阴谋，还赢得天下文士归心。主公，曹操虽退，但此人睚眦必报，明年开春必率倾国之兵南下，我等需早做准备。启禀主公，探得卧龙先生已于昨日返回隆中草庐。主公，树之才不过萤火之光，卧龙先生志技无双，才是皓月之辉，仍需再访卧龙。备马，我即刻便再赴隆中。刘备，特来拜见卧龙先生，恳请先生一见。玄德公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请入内叙话。请。被三番叨扰，还望先生恕罪。玄德公为天下苍生奔走，谅岂敢拒之门外，更无怪罪之说。刘备言辞恳切，将自己匡扶汉室的志向以及当今天下之困局一一道来。备虽有心杀贼，奈何智术短浅，屡战屡败，至今寸功未立，恳请先生不吝赐教。先生这主公欲成霸业，北已让曹操占了天时，南则让孙权占了地利，而主公可占人和。荆州北拒汉、绵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历尽南海，实乃用武之国。奈何其主无力镇守？这正是上天赐予将军的良机，将军岂有异乎？先取襄阳、江陵、游江口三镇为根基，再收荆南四郡，以安民心，收名望。东结孙权，共抗曹操；西连马腾，以为外援；南纳胶州士燮，以为后盾。待天下有变，
便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洛。将军自率益州之众出兵秦川。为何与善儿所言的隆中对竟有不同？定是如今荆州局势已发生变化所致。先生真乃神人也，此计天衣无缝，被茅塞顿开。备虽为汉室宗亲，然才疏志短。若先生不弃，备愿拜先生为军师。先生不出，苍生无救。玄德公三顾茅庐，诚心相契，一片赤诚，天地可见。今将军既不相弃，亮愿为将军驱驰。用最好的药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救活凤啸。饶命啊！若他有半点闪失，我定诛你9族。饶命啊！郭大人他已是油尽灯枯，药石亡效啊！滚出去！凤啸，我回来了，北方已定，天下就快是我们的了。丞相，听驾最后一言。我军虽胜，但南方有一大患，不可不防。是刘备。凤啸放心，明年我必亲率大军踏平新野，将他碎尸万段。凤啸，刘备此人不可小觑，他得徐庶如虎添翼，如今又凤啸，凤啸，丞相切记，四海之内，违背是敌。凤啸，凤啸。今日被请的卧龙先生出山，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，此乃汉室之幸，亦是备之大幸。我敬先生一杯。同也，同也。关平、刘封，臣在。你二人即刻启程，将此信送往江陵，交与刘琦公子。末将遵令。主公，庶意想同往江陵一行。军师不可，没有你坐镇军中，我心不踏实，万万不可。如今有孔明先生坐镇军中，运筹帷幄，我也可放心前往江陵，辅佐关将军稳固后方了。也好，既然军师心意已决，那便有劳了。反了，都反了。主公，蔡将军求见。让他进来。
兄长，身体可好些了？我麾下水军日夜操练，只待明年开春，迎接曹丞相大军南下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哼！一个将死之人，还耍什么威风？估错了，引狼入室。你来，你过来。主公，持此信物，连夜出城，去樊城。主公，此时召玄德公入襄阳，蔡瑁陛下独守啊！不必管我，只有他能救荆州，能救齐儿。快去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建安13年，曹操虽痛失郭嘉，但北方已定。为了雪前耻，更为了试探刘备新军事的成色，曹操命大将夏侯惇为都督，率领10万大军，号称扫荡新野，气势汹汹地杀向了刘备那唯一的立锥之地。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，初出茅庐的诸葛亮没有丝毫慌乱。他深知夏侯惇性格刚烈且轻敌，于是一个请军入瓮的口袋阵在博望坡展开了大考。赵云做诱饵，文聘断侧翼，而真正的杀招张飞与黄忠早已埋伏在绝路之上。战场上，赵子龙与文聘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败退戏。夏侯惇被连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不顾谋士程昱谨防火攻的苦谏，认定刘备军不堪一击，率领10万大军一头撞进了那座死寂的新野空城。就在曹军以为要生擒刘备之时，诸葛亮送给他第一份大礼到了。这一把火不仅烧毁了新野的房屋，更烧掉了夏侯惇所有的骄傲。城门封死，退路断绝，昔日的精锐之师瞬间成了火海中的困兽。慌乱中，程昱试图突围，却不知这张大网早已收紧。东门外，燕人张翼德横矛立马，一回合斩杀曹将韩浩，如同铁闸一般锁死了曹军的生路。逃亡路上，黄忠的箭雨如影随形。
赵云的回马枪更是致命一击。博望坡的芦苇荡成了曹军最后的坟墓。一代名将夏侯惇被生擒，谋主程昱力竭被俘。这一战，10万曹军灰飞烟灭。诸葛孔明用一场完美的大火向天下宣告：卧龙出山，三国局势从此逆转。捷报！而刘备手中此刻多了一个让曹操不得不低头的筹码——夏侯惇。主公，军师，此番我军火烧博望，大胜曹军。只是被俘的夏侯将军该如何处置？夏侯将军乃曹操宗亲心腹，更是其麾下第一猛将。如今他在我等手中量有一计，可为主公再添一大臂助。军师请讲。主公可知，西凉太守马腾因当年1代诏事发，触怒曹贼，已被曹操囚于许都数年。确有耳闻。我等可用夏侯将军换回马腾。马腾一归西凉，其子马超必尽起西凉之兵，讨伐曹贼，以报求父之仇。届时，曹贼将腹背受敌，再无力举兵南顾。主公大业指日可成也。用袁让将军换回马老将军，正是。马腾一归西凉，曹操后院必将起火。只是出使许都，如入龙潭虎穴，此去非能言善辩、胆识过人之士，不可胜任。主公麾下便有一人可担此任。哦，军师所指何人？新野邓芝。既是军师举荐，想必邓芝必有其过人之处。传邓芝。我今天便要替天行道，斩了这江东鼠辈！群侯息怒。当年皇祖射杀孙坚，本就是东吴世仇。孙权小儿因私仇屠戮无辜百姓，与禽兽何异？君侯，孙权此举虽残暴不仁，但他必定是将来盟友。若此刻刀兵相向，岂不正中曹操下怀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屠城？我关某做不到。君侯，我等不可与孙权军正面冲突，但可救人。甘将军熟悉水性，可率一队人马在下游岸边设寨，接应百姓。甘宁，末将在。你率本部兵马立刻登岸，凡是下口百姓愿来投者，一律收容。若有江东兵追杀，给我就地格杀。你可愿意？末将领命。这边，这边！我是江夏太守黄祖，你们一定要救我啊！将军，此人自称是江夏太守黄祖。辛巴，救我！快救我！孙权那厮破了城，正在四处搜捕我。黄祖，孙权的杀父仇人。我义弟苏飞此前被孙权俘虏，若将他交给孙权，或许能换回苏飞性命。
皇太守，你我同为汉臣，我甘宁岂能见死不救？多谢兴霸，多谢兴霸。来人，带皇太守去后帐好生安置，严加看管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皇族与我家主公有世仇，还望将军把人交给我方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公，他的杀父仇人在我手上，我不要金银成取，只要他放一个人。何人？苏妃。好，将军稍后，我立刻回报主公，此事必成。甘将军高义，只是刘表那边，将军打算如何解释？不如跟我回东吴如何？甘某自有打算，不劳使君费心。刘表心胸狭隘，非容人之辈，此事必不饶我。刘皇叔才是明主，到了该追随明主的时候了。主公，襄阳密信。景生兄病重了。主公，刘荆州此时病重，恐怕蔡瑁之流将有异动。信中说，蔡瑁已封锁襄阳，名为护卫，实为软禁。景生兄是想让我入襄阳主持大局？主公万万不可！此刻入襄阳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可若坐视不理，荆州基业危在旦夕。亮有一计，可安襄阳，亦可制衡蔡瑁。居士请讲。此计须闻将军相助。军师但有吩咐，末将万死不辞。请将军即刻动身，假装逃回襄阳。逃回？军师，我闻聘已誓死追随主公，怎能再回蔡瑁那奸贼麾下？将军本就是奉刘荆州之命来新野监军，如今只需声称被刘备发觉，无奈撤回，蔡瑁必深信不疑。原来如此，仲夜，你以此身份潜回，便可暗中保护景生兄，并寻机掌握兵权。末将明白了，此去必在襄阳定下一颗钉子，为主公保全荆州。10万大军！10万大军呐、竟被刘备小儿一战覆灭，夏侯惇还被生擒，臣罪该万死。哼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我要亲率大军南下，将新野夷为平地。丞相息怒，文若也要拦我。丞相，夏侯将军尚在敌手，若此刻大军压境，夏侯将军恐遭不测。报！刘备使者邓芝已在殿外等候。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刘备打的什么算盘。在下邓芝，奉我家主公之命，前来与丞相一谈。哼，与我相谈，不如回去问问刘备，打算何时再来给我种韭菜？我家主公仁德，本欲归还原让将军，
既然曹丞相无意，那便算了。等等，丞相肯谈了？说来听听。丞相只需释放西凉太守马腾。好一个刘玄德，好一个诸葛亮，竟敢跟孤谈条件！来人！丞相若不答应交换，夏侯将军唯有一死。夏侯将军乃曹氏宗亲，丞相若为了异姓马腾，弃宗亲性命于不顾，恐寒了曹氏诸将之心呢。先把他带下去。去，把贾诩先生请来。参见丞相。文和，你来了。刘备使者竟敢以袁让性命要挟孤放了马腾。哦，孤若不换，袁让必死，军心动摇。若换了，马腾回归西凉，如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孤进退两难，文和，你说该如何是好？丞相，换是一定要换的。你也主张放虎归山？夏侯将军乃国之柱石，不可不救。至于马腾，丞相，西凉猛虎非马腾，而是其子马超。马超，那又如何？马腾在西凉最倚仗的盟友乃是韩遂，丞相可以以天子之名下诏表奏韩遂为西凉刺史，令其节制西凉诸将。待马腾归去，变成了韩遂的下属。一山不容二虎，马超性烈如火，岂能甘居人下？届时无需我军动手，西凉自乱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离间之计！文和真乃孤之子房也。来人，告诉邓芝，他家主公的条件孤允了，让他回去告诉刘备，3日后在南阳交接人质。将军，文聘将军到了。哎呀，祝夜将军，你这是从何处归来？为何如此狼狈？末将无能，有负蔡都督厚望，特来请罪。仲夜，快请起！你我皆为刘荆州旧臣，何罪之有？当初主公让我监视刘备，如今已被他察觉，他将我囚禁多日，我好不容易才趁乱逃出升天。仲夜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实不相瞒，刘荆州已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什么？我与蒯越大人商议，欲立公子刘琮为主，待曹丞相大军一到，你我便开城迎接。届时，你我便是这荆襄9郡的开国元勋。这降曹？仲夜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刘备不过强弩之末，曹丞相50万天兵已在路上。你若助我，襄阳水陆兵马，你我平分。末将愿随都督共图大业。
罪臣马腾，拜见车骑将军。若非时君天恩，我必死于许都牢狱之中。老将军，快快请起！你我皆为汉臣，当互助，何出此言？时君大恩，我马家永世不忘。待我回到西凉，必起兵响应时君，共讨国贼。老将军有此心，倍感激不尽。子龙，备500精骑，护送老将军安全返回西凉，不得有失。末将领命。时君仁义，天下谁人能及？此恩，马某没齿难忘。老将军，此去西凉路途遥远，风波难测，谅有一物相赠。军师，这是？此囊中有一计，老将军切记，若遇进退两难、人心叵测之时，方可打开。多谢军师，马某告辞。律驾。军师，那锦囊之中究竟是何妙剑？不过是一把快刀罢了。快刀？一把能斩断西凉乱马的快刀。曹操的棋已经落下，现在该轮到我们落子了。主公此举，仁义布于天下，西凉自此便为我等地主，未能有今日，全赖军师相助，还有阿斗心生预警。只是曹操吃了如此大亏，又失了西凉这道屏障，不日必将亲率倾国之兵前来复仇。不错，曹贼睚眦必报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知军师可有退敌之策？谅已为他备好一份大礼，只待他大军一到，便知分晓。先生乃当世大儒，汉室忠良，能屈尊来我江东，实乃我孙权之幸，江东之幸。吴侯过誉了，老夫此来只为避祸。眼看汉室倾颓，国贼当道，老夫心中实痛啊！先生放心，有我江东在，必不让曹贼肆意妄为。吴侯少年英雄，固守江东基业，胆识可嘉。但曹操势大，若要匡扶汉室，非联合刘皇叔不可。孔先生所言极是，主公。刘备新胜，士气正盛，我等当趁此时机与刘备缔结盟约，共抗曹贼，方为上策。主公，门外那襄阳狂士庞统又来求见，这已是第3次了。孤正与孔北海宴也，哪有功夫见他？让他等着。主公，不可！那庞统号称凤雏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万万不可慢待啊！子敬兄担心多余了。主公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那庞统在府外酒后不见主公召见，竟一把火烧了自己住的茅屋。什么？他还留下一句话，说江东演无珠，不食真龙。他此去荆州，此生再不踏入江东半步。
主公，曹操兵分两路，正向新野樊城杀来。一路由李通、曹仁率领，一路由曹操自己亲率，共计55万大军。55万，来得好，正好杀个痛快，让曹贼知道俺老张的厉害。诸位，此战拜军师为帅，三军将士皆听军师号令。有违令者，军师可取此剑，先斩后奏。愿听军师号令。曹军势大，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，以巧破局。翼德将军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率3000精兵埋伏于玉山之中，待曹军先锋部队经过，不必厮杀，只需擂鼓呐喊，虚张声势，令其不敢冒进。得令。子龙将军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率3000铁骑绕着曹军大军之后，袭击其辎重粮草。记住，若敌军反击，只许败，不许胜。末将领命。汉升将军。末将在。命你率领弓箭手前往太和山谷设伏，隐蔽待命，待曹军行军疲惫，依计而出，射杀敌军。末将领命。屈师，如此分兵派将，兵力太过分散，万一……主公放心，曹操的50万大军，亮已为他备好了第一份大礼，不出3日，必叫他损兵折将，锐气尽失。传令全军放缓行军速度，谨慎前进，探马10里一报。孤岛要看看他诸葛亮还有什么花招。报丞相，前锋曹仁将军在玉山一带遭遇敌军骚扰。讲清楚。回丞相，敌将张飞率军在山林中擂鼓呐喊，却不见人影。我军一进，他们便退；我军一停，他们又来骚扰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会延误大军行程啊！雕虫小技，意在拖延我军罢了。传令子校，不必理会，稳步推进即可。末将领命。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何事惊慌？回丞相，我军后方辎重部队遭到赵云率领的骑兵突袭，粮草被烧毁了3车。又是赵云，又是这偷袭粮草的卑劣伎俩。诸葛亮，你就会这些袭扰之术吗？哈哈，主力大军被那诸葛亮缠住，正好给了我等建功立业的机会。将军神速，我军一路疾驰，已然绕至刘备大军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加速前行，不得懈怠，务必抢在主力之前拿下益阳，断了刘备的后路。末将领命。将军，怎么突然起雾了？怪哉，此地并无江河，哪来如此大雾？喂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看不见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不要慌，全军原地结阵，保持警惕。
将军，有埋伏！箭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被包围了！这是什么鬼阵法？丞相，李通将军的部队没了！讲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李通将军的部队在益阳谷遭遇埋伏，全军覆没。李通将军也战死了。丞相，末将吾等求丞相降罪。子孝，益阳谷地势平缓，怎会轻易遭捕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丞相，是鬼！那山谷里凭空冒出大雾，浓得伸手不见五指，箭矢从四面八方射来，我军将士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，就一个个倒下去了。末将拼尽全力，才带着几名亲兵突围出来。凭空起雾，乱箭齐发。此阵法欲曾在一卷古籍上见过，名为八阵图，乃上古失传之奇阵，传闻可困10万大军，杀人于无形。八阵图，诸葛亮竟懂此等失传之术。若他将此阵用于我军主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丞相莫慌，此阵虽凶，却有致命短板。八阵图对天象、地理、地势要求极高，需依山傍水，合于物象，绝非随处可布。益阳谷3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又恰逢近日水气充沛，才得以施展。换作别处，即便诸葛亮精通此阵，也难以发挥半分威力。以八阵图吃掉一篇诗，诸葛亮此举意在震慑我军军心，让我军不敢轻易分兵小路。好一个诸葛亮，当初是可欺之人。报丞相，襄阳蔡某派其弟蔡中、蔡和有要事求见。他们来干什么？陈蔡中拜见丞相。陈蔡和拜见丞相。你们2人不在襄阳辅佐你那兄长，跑到孤的军营里来做什么？丞相，我兄长早已心向丞相，日夜盼着丞相大军南下，此乃樊城布防图，特来献与丞相，并邀丞相前后夹击刘备，共取荆襄。丞相，刘备军粮草皆由江陵运来，水路过汉水，陆路必经太和山下。我家都督已经派水军埋伏在汉水，若丞相能派一支精兵于太和山设伏，断其粮道，刘备大军不攻自破。诸葛亮何等人物，岂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？丞相有所不知，那诸葛亮初来乍到，军中将领多有不服，人心不齐，必有疏漏。先是张飞、赵云的袭扰，再是八阵图歼灭偏师，诸葛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此乃孔明之计，让我军不敢分兵，从而保护粮道。丞相英明。曹纯何在？末将在。命你率虎豹骑即刻前往太和山设伏，切记步步为营，不可轻进。孔明，你不让我动，我偏不如你。曹纯将军，过了这个谷口，再有10里，就是刘备的粮道了。哼，区山道也想阻挡我虎豹骑，若非丞相有令，我早就踏平这太和山了。是，将军神勇，天下无敌。将军，此地太过险峻，我们是不是？传令全军加速通过。
快结阵！蔡州，你竟敢通敌！将军饶命，我不知道啊。好一个不知道！曹家小儿可识得老将黄忠否？黄忠老匹夫，有胆下来与我一战！哈哈哈！对付你这等鼠辈，何须我亲自下山？吃我一剑！都督，我军已成功登陆。好，曹纯将军此刻想必已经得手，断了刘备的陆路粮道。我们在此守住南下的出口，刘备便是瓮中之鳖。都督神机妙算，此番大功，我等必能得丞相重赏。诸葛亮、卧龙，哼，不过如此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就地隐蔽，只等刘备前来送死。报将军，大事不好！蔡瑁率水军主力已在北岸登陆，我军后路危矣。主公，军师，大事不好！哦，快讲！蔡瑁水军主力已在北岸登陆，我军后路被断。什么？那狗贼竟敢断俺们的后路！军师，敌众我寡，后路又被截断，我等是否该当机立断，杀出一条血路？军师，此乃万分危急之时啊！诸位将军，稍安勿躁。军师，主公，亮等的就是此刻。传我将令，大开樊城4门，全军出击，擂鼓扬旗。啊，军师，这是要跟曹贼决一死战？非也，此乃金蝉脱壳之计。报，丞相，刘备大军主力进出，正向我军大营杀来。丞相，刘备小儿黔驴技穷，欲与我军决一死战，请丞相下令，末将愿为先锋，取诸葛亮人头。诸葛亮诡计多端，绝不会如此鲁莽，此必有诈。丞相英明，刘备军行为反常，我军不可轻动。丞相，太和山，快说！曹纯将军全军覆没，虎豹旗没了。是蔡瑁匹夫误我啊！来人，将此贼拖出去！丞相饶命！丞相饶命啊！不要啊！架锅烧水，孤要将他活活烹了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丞相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全军听令，坚守不出，无我将烈，擅自出战者斩！救命啊！军师，主公，蔡瑁的船亮已替您借来。军师，蔡瑁这份大礼我们收下了。哈哈哈哈！都督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刘备的败军也该到了吧？哼，曹纯将军的虎豹骑早已断其粮道，诸葛亮现在恐怕已是热锅上的蚂蚁。等刘备残兵一到，我等前后夹击，此乃泼天大功。都督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是不是刘备的败军来了？不是，是刘备的大军，他们
他们夺了我们的船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刘备全军已登上我军战船，渡江往襄阳去了。曹军并未拦截。这怎么可能？曹丞相为何会放任刘备渡江？曹纯的虎豹骑呢？他们为何不拦？曹纯将军的虎豹骑已经被黄忠全歼了。完了，曹操必定以为是我与刘备串通，害死了曹纯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都督，曹操如今视我等为死敌，我们被当成替刘备断后的弃子了。前有刘备，后有曹操，我们无路可走了。都督，樊城此刻是空城，我们不如先占了樊城，扼守要道，再做打算。对，占领樊城，快！传令全军放弃潜伏，速往樊城进发。曹操，他要我死。都督，事已至此，唯有死守樊城，方有一线生机。对，死守！传我将令，全军全速赶往樊城，必城死守，谁敢言降，力斩不赦。主公，您好歹喝一口汤药，喝了或许能好些。不喝了，孤的身体自己清楚，喝再多汤药也无用了。夫人和从儿呢？让他们过来，孤有话要说。主公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夫人她带着公子还有蔡家的一众亲信，收拾了家中细软，从北门出城，往曹军大营的方向去了。主公，快传驿官！主公！文偏，霍峻，乘快舟去追，务必把从儿给孤追回来。大哥，还等什么？那蔡瑁小儿肯定跑了，让俺带兵直接杀进去，夺了这沙阳城。三将军莫急，城中情况不明，恐有埋伏，不可贸然行动。城下可是刘皇叔当面。嘿，正是刘玄德。将军是何人？末将魏延，久闻皇叔仁义之名，不忍见荆州落入蔡瑁此等奸贼之手，受文聘将军所托，特开城门，恭迎皇叔入主襄阳。什么？开城投降？大哥，这必是那蔡瑁的诡计，想诱我等入城，再一网打尽。主公不可不防，魏将军以诚相待，我若心存猜忌，岂不是寒了天下义士之心？传我将令，大军原地驻扎，任何人不得妄动。大哥，不必多言，此城我一人去。爹，魏延是你的绝对崇拜者，并且对蜀汉忠心无比，可惜因脑后长有反骨，一直被相父不喜，最后落得身首异处。
皇叔不疑魏延，单骑入城，真乃天下第一人主。末将魏延，愿为皇叔效死。将军，快快请起！有将军这般忠义之士相助，何愁汉室不兴？主公，您来之前，蔡夫人已带着公子刘琮投奔曹操而去了。刘荆州得知此事后，气急攻心，如今恐怕时日无多了。景生兄，未来迟了。皇叔，您可算来了。玄德，景生兄，备在此。玄德，荆州托付给你了。主公，主公！玄德，莫哭。景生兄，你我糊涂了一辈子，临死前总算看清了。那荆州若非你来主事，必落入曹贼之手。答应我，玄德，借下荆州，保我子民。景生兄，万万不可！齐公子仁厚贤孝，乃是荆州正统，备愿舍命辅佐齐公子镇守襄阳。辅佐？妻儿性子太软，压不住这满堂如狼似虎的权臣。你若不领荆州，孤在九泉之下，亦不能瞑目。兄长，备虽一介草民，亦知忠义大义。乘人之危而夺取同宗基业，此等不义之事，备宁死不为。叔父，父亲临终之言你也听到了，这印信唯有在叔父手中，荆州才有救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你这是要献备于不义呀！叔父，您若不领荆州，其今日便撞死在这灵堂之上，随父亲一同而去，也省得落入蔡贼之手受辱。皇叔，备何德何能，受你父子如此信赖？既如此，我便暂领荆州，待曹贼退去，平定叛乱，备自当退回新野。今奉先父刘表遗命，恭请皇叔刘备接掌荆州。我等愿尊皇叔为主，万死不辞。备受景生兄与齐公子所托，必当鞠躬尽瘁，保境安民，兴复汉室。军师，探马来报，蔡氏带着从儿已经投奔曹营了。此事绝不只是家事，更是关乎荆州生死的国事。主公所言极是，刘琮虽年幼，却是先主刘表的幼子，名义上的荆州继承人。没错，于斯备受景生兄临终托孤，若任由从儿落入曹贼之手，备有何颜面立于天下？愚公，曹操若挟持从儿，向荆州9郡下达文书，到时人心浮动，备这州牧之位变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篡夺之举。从儿必须救回来，不能大张旗鼓的找人，这种万军取守的任务只能交给那个人了。子龙，末将在。
此去凶险，不宜动静太大。你换上曹军甲胄，混入江北曹营，不求斩将杀敌，务必将从儿安全带回襄阳。